2025年7月，中共政局的风云变幻正席卷全球，从北京到华盛顿，从东京到伦敦，五步聚焦这场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政治大戏。习近平长期缺席国际舞台，他的高层亲信接连被清洗，经济危机让民众抗议此起彼伏，地方官员也开始闻风而动。这些迹象让人不得不问：中共的权力大厦真的要塌了吗？更重要的是，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场巨变，又在做哪些准备？今天我们从最新的美国智库研讨会讲起，结合外媒报道和神秘预言，带大家一探究竟。你好，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7月17号，美国顶级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中心低调举办了一场重磅研讨会，专门讨论一个惊人的假设：中共政权可能在短期内突然崩溃。这场会议聚焦了华府智库圈的顶尖中国问题专家，像余茂春、费舍尔、戴维阿什，还有张家墩这样的重量级人物。他们的讨论焦点不是习近平是否还掌权，而是假设在已经失去权力的情况下，美国该如何应对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。这场研讨会气氛严肃，专家们直奔主题：如果中共垮台，美国能做什么来稳定北京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秩序？他们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想法，比如美国特种部队可以在新政府同意下进入中国大陆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，帮临时政府维持秩序，推动和平转型。同时，美国应该积极介入，帮中国制定新宪法，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，清算中共的历史罪行，确保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基本人权，防止族群冲突演变成内战。专家们还特别提到，中共军方的生物研究系统，也就是那些可能涉及生物武器的设施，必须得到严密监控。美国需要准备好方案，封锁高危设施，安全销毁危险物质，防止技术外泄。他们也谈到经济层面，认为中国需要彻底市场化、私有化国有资产，打破集中的经济控制。最后，他们强调军队和安全部门的改革，军队必须国家化，解散那些搞政治镇压的部队，彻底瓦解秘密警察网络。这场研讨会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：美国智库已经在认真准备应对中共政权可能突然崩溃的局面。他们不只是在讨论可能性，而是已经在规划具体的介入方式，确保中国的转型对中国人民有利，对世界有利，对美国有利。哈德逊研究所的影响力不容小觑，他们的建议很可能已经送到川普政府的案头，成为未来政策的参考。这场研讨会的召开显然是有的放矢。近期关于中共内斗和习近平权力旁落的传闻，在中文圈和海外媒体中甚嚣尘上。从地方官员的异常动作，到高层亲信的接连清洗，再到习近平缺席金峰专会等重要国际场合，种种迹象显示，中共内部正面临一场大的变革。日本、日经亚洲等外媒报道揭露了高层对习近平集权的不满，而网上流传的关于习近平健康问题和神秘病例，更为这些传闻火上浇油。这些消息不仅在中文社群引发热议，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。就在哈德逊研讨会召开的前一天，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再次发声，进一步印证了哈德逊研讨会的必要性。7月16号，前美国外交官史莱顿在《纽约邮报》发表了一篇爆炸性文章，标题直接点题：习近平正在失去对中国的掌控，而川普可以推他一把。这是他第二次公开喊话。他在文章中表示，迹象越来越清晰，习近平时代即将终结，认为习近平时代即将结束。史莱顿可不是随便说说，他曾在哈佛、斯坦福还有多所中国顶尖大学当过客座教授，常年在中国生活，对中共政治的洞察力不容小觑。他在文章中提到，习近平丧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，他的亲信高层不是被罢免、调职，就是被逮捕，甚至有神秘死亡的案例。他还批评 CIA 的情报失误，说当年苏联解体时， CIA 还预测它能稳定几十年，结果一夜之间就崩了。史莱顿认为，中共高层正在精心策划，让习近平以平稳的方式下台，以避免失控的混乱。史莱顿还在文章中
公开呼吁川普为此助一臂之力。他便给川普开了几剂猛药。第一招，继续用经济压力逼迫中国，尤其是对俄罗斯的2级制裁法案，应当签署惩罚。针对那些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，包括中共，兑现川普威胁的100%关税，这会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，直接动摇习近平的权力基础。第二招，加大力度打击中共的工业间谍活动，限制他们的军事扩张。第三招，通过社交媒体等非官方渠道释放信号，表明美国欢迎中国新领导层走向和平外交和法治的道路。简单说，就是鼓励民主化。史莱顿的观点和哈德逊研讨会不谋而合。他的文章代表了美国政治精英的一部分共识，认为习近平的垮台已经不是如果，而是何时。7月17号，日本日经亚洲刊登了一篇重磅报道，作者是资深记者中泽克二，曾任日经新闻中国分社社长。他直言，中共高层已经开始公开讨论习近平权力过大的问题。这种论调转变显示出内部的不满正在发酵。中泽克二提到，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，党内各种机构像野草一样疯长，从人事到预算全被他牢牢掌控，国务院几乎成了空壳子。但就在6月30号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扔出一颗重磅炸弹，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。这份新规明确限制了党内机构的权利，相当于给习近平的集权模式套上枷锁。中泽克二认为，这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，而是高层权力博弈的直接结果。而地方官员也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北京的风向。早在6月初，上海、浙江、山东等地就开始行动。尤其在习近平曾建执政的浙江，在7月7号省委紧急开会，提出精简整合中央决策机构，这比中央的公告还要激进，显示出地方的急迫心态。更耐人寻味的是人事变动，新疆书记马兴瑞，一个被认为是习近平亲信的政治局委员，7月1号突然被非政治局委员陈小江取代。中泽克二把这看作是20届四中全会前的重大信号，预示高层权力洗牌即将开展。他还提到，与胡锦涛结盟的派系正在崛起，2027年党代会的领导人更迭猜测也越来越热。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，中共内部的权力裂痕正在扩大，习近平的控制力正面临挑战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个更神秘的声音。7月1号，英国著名预言家克雷格·汉密尔顿·帕克在 YouTube 频道发布最新预测，声称2025年将是中国的转折之年。他说，他看到中国版图上笼罩着浓烟，这是不祥之兆，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即将到来，经济危机将点燃导火索，失业工人走上街头，香港和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会像野火一样蔓延，最终逼迫习近平退出权力中心。帕克曾准确预测川普当选和英国脱欧，他的预测命中率高达90%。他还提到，习近平可能身患重病，这一点和近日网上曝光的一份疑似习近平的病历高度吻合。这份病历暗示，中南海可能正以健康问题为由，为习近平的体面下台做准备。更惊人的是，帕克预测中共集权统治将在2025年走向终结，中国可能分裂成多个地区，香港和西藏甚至可能独立。虽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，但结合当前的经济困境和高层内斗，帕克的预言似乎正在一步步应验。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，就像苏联解体前，没人预料到它的崩溃来得那么快。如今的中国会不会也走上这条路？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